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华先生25岁，来自贵阳，形体老师；张女士25岁，来自重庆，美容师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？现在在重庆生活。哦，你老家啊？对对对。是大学同学吗？对，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就一个大学，然后也是同班同学。谁追的谁呢？是我开始追的他。啊。本来我们俩不是一个系的，刚开始只是觉得他长得挺帅的，然后两人就互相来往嘛。然后后来两人谈上恋爱了，然后就为了他转到他们的系、他们的班。你还转系转班啊？对对。厉害啊！特别喜欢这种高高帅帅的，是吧？啊，我俩身高差的挺远的。哦，你多高？我净身高可能1.53米吧。你呢？我1.88米。哦，结婚2年多了哈。嗯，对。咋啦？今天来的目的就感觉跟他过不下去了。他现在越来越就无理取闹，然后天天老是挤兑我，说一些话让我就感觉没有男人的尊严。哦哟，好严重啊！我是怎么挤兑你啦？怎么就过不下去了？他老是说重庆房子是他的，一吵架就叫我滚出去。我觉得这个婚姻就不像别人的那种幸福的婚姻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哪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啊？房子本来就是我家的，你说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妈送给我们，那不还是我的吗？当时是这样，就婚礼的时候嘛，我们家里生意上出现问题嘛，然后他父母也知道，也同意我们结婚，然后就说彩礼也不要嘛。然后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就很惊喜的就说送一套房子给我们，就让我们自己发展嘛。然后他就老是拿着事说我，说什么也没得到，彩礼也没得，然后说我还对他不上心这些。哎，这就不好。但是你本来对我就不够上心呢。你说你怎么对我上心呢？你给过我什么？其实我对他挺上心的啊，就她怀孕的时候嘛。你都做妈了？对，孩子都1岁多了。哦呀呀呀呀！怀孕的时候，她半夜要吃东西嘛，要2、3点，我就起来给她弄。她晚上要上厕所，我要起来陪她，因为她怕黑嘛。然后她喝水，我也要给她倒，反正什么要求我都要满足她，满足不到她就要和我吵架。那不是你该做的吗？你说我怀这个大肚子，难道我晚上上厕所你让我一个人去啊？然后我要喝水，我从床上下来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倒吗？不是他做没做呀？他是做了，但是有一次嘛，我想吃草莓，他没给我买啊。然后后来还是我回娘家，然后我父母给我买的。你说他们就能买到，你为啥买不到呢？草莓这是因为就她怀孕就夏天嘛，草莓算冬季水果。我夏天下班挺晚的。几月份啊？就7月份、8月份的。你爸妈从哪儿买的草莓？7、8月份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爸妈就能买给我。7、8月份买草莓真的不容易哎。但是我爸妈就能买给我，为啥你就买不到了？就算要买，他也没给我时间，就可以在网上订，但是就我才下班，大晚上的我去哪买？然后他因为这事和我吵架，他就回娘家了。哦，这还只是吃的方面。吃的方面。对，精神方面，精神方面更过分。就有一次他朋友嘛，就求婚嘛，在那个 KTV 就搞了一个包房，然后布满鲜花、蛋糕、戒指这些。就当时他看到那画面挺感动的。然后回家就跟我说，你也必须给我1个星期之内弄一个这种惊喜。当时以为他开玩笑嘛，我就没往心里记。然后到时间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哎，你给我的惊喜呢？我当时就懵了，然后他又和我吵架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但是是你自己答应我的，然后1个星期过去了，你啥都没准备，不是闹着玩吗？真是。这是婚前婚后啊？就婚后嘛，她怀孕的时候，后来嘛哄不好，怎么哄不好，然后我就寻思着在网上看一下怎么搞一个惊喜，就在车后面搞了一个气球还鲜花戒指嘛，我觉得挺惊喜的，但他觉得我是敷衍他，对他不上心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但是他是对我不够上心的。你说别人就是求婚都办得那么顺，不是你都结了婚还求什么婚呢？可是我俩在一起，就是他啥也没给我，然后现在都怀孕了，然后我朋友他们就能得到这样好看的求婚。不是，那他啥没给你，干嘛嫁他呀？不是，你说现在我们孩子都1岁多了，他就反正自己也没照顾过，虽然我也没照顾过，我和孩子就感觉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孩子2个月就没有吃奶了，刚出生社会嘛，又没啥钱，
就出来上班。你说孩子2个月就隔了来，真的挺可怜的。哦，2个月断奶了是吧？然后他父母每次说来重庆看孩子嘛，每次就只是说，又没有真的过来看。你说要是真的想过来看孩子，就直接来了。哎，你跟你婆婆关系怎么样？就婆婆好像就不太喜欢我。为啥？有一次，我母亲没有不喜欢她，是她老是小气，以为我母亲不喜欢她，就因为当时结婚的前一天嘛，她和我吵架，她说她要回重庆，都在贵阳，第2天就举行婚礼。不是，你说那天就是下雨，然后下那么大的雨，然后他家住在那种小路上边，然后2边都是田，中间一条小路，然后每次下来的时候都是他背着我下来嘛，然后当天晚上，然后他为啥都要他背你呢？因为我确实没走过那种路，而且都穿的高跟鞋，那就特别陡。然后那天晚上他母亲要回家，然后他母亲走了，他就跟我发飙，就说你咋这么不懂道理？你不知道去送一下他吗？对啊，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委屈，因为那路我真的确实不会走，然后我啥路你不会走啊？然后我穿的高跟鞋，把鞋脱了呀。在下雨呀，很大的雨，穿个平底鞋呀。就没有鞋啊，那种情况下确实没有鞋，然后他就觉得我很不懂事儿，就不去送他妈妈。当时我其实只是想让他和我母亲亲近一点吧，就只是这个想法，然后他就误会我说。那你咋不送你妈？我当时就开车嘛，那车开不上去。你咋不把你妈背着走啊？不是我当时是因为那。你回答我。我是想让他和我妈有关系近一点嘛。他就背，你妈就不背。不是，对吧？所以你也别说他了，啥都不懂事。可是后来就我俩吵上了，他就对我又凶又吼的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走了。然后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妈也知道了，他妈妈就来调和嘛。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。然后之后他母亲就说我挺小气的，怎么的。反正这不是婚前的事儿吗？就让他过去吧。结完婚现在呢？现在的话就是我母亲，然后还有我奶奶，然后跟着来重庆带我的孩子，因为我父亲和母亲要60岁才退休，然后现在才40多岁，然后他就把工作辞了，然后来重庆给我们带孩子。等于说你奶奶现在带完你之后还带你的孩子是吧？哎呀，这个老祖母啊不容易啊！就怕我俩带不好，然后自己要工作，想着年轻嘛，让我们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那你们俩应该很幸福啊。但是他现在一天老是说我没用，叫我滚出去，我就感觉一个男人没有尊严嘛。然后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回贵阳，自己开一个那种培训机构嘛，但是他也不愿意和我回贵阳，他就想在重庆。反正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要去你自己去呗。你说我跟你回去了，我咋办啊？你说在重庆至少有自己的房子，孩子也在这边。你说我回去了，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太喜欢我。然后我俩回去，我们住哪儿啊？不可能跟着爸爸妈妈住吧？我爸妈其实对他挺好的，就他坐月子的时候，专门从贵阳就过来照顾了他1个月。他当时吃菜还吃得挺咸的，我妈就想着他才出月子嘛，做大一点，对他好一点。然后他就不领情，当时就和我发飙。照顾完他就把我妈们撵回去了，就叫他们回老家。我怎么撵他们啊？找个借口嘛，就叫我把他们支回去，就不想他们在这儿。不是，你说他们自己也要工作，然后我做完月子，你说他们不回家，在这儿干嘛呀？而且我也是为他们着想，就是他们要工作，然后我跟他们说，要不你们俩回去吧，就在这儿也没啥事儿呢。行吧，怎么着？现在想怎么着？现在就是要么就他和我一起回贵阳。要么他就别拿那些话来挤兑我，一天老是说我没用，叫我滚出去。我给你问问啊，你觉得他有用吗？反正我也没有觉得他没用，嘴上这么说，实际上我哪有觉得你没用啊？我觉得他老是伤害我的自尊心嘛。那你说每次回到家，然后就玩起自己的手机，啥也不做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在干啥呢？他不理我。然后一会儿我再跟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理我。哎，你为啥不理人啊？我不是不理他，我回来我还要给他。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说，你跟我说话，我总得思考怎么回答你吧。对，他说这一方面，就我要思考一下怎么回答，因为我怕说话有时候就触碰他不好的，就他生气嘛。我怕他经常生气吗？对，就经常是我怕他生气，然后他从来就不做家务嘛，我还不敢说他，然后但是我做家务做得不好，他就要劈头盖脸的说我一顿。但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是啊，我觉得你也该做家务的呀。就是你不做家务，他做，然后你还嫌他做的不好，还说他是还是不是？那有一次我也做了。不是还是不是？你们结婚2年，你才做了1次，也好意思说？对啊。
对呀，好好好，接着说。然后他有一次做家务嘛，他就拖地，因为他从小就不做家务，就娇生惯养的。然后我就说你连个地都不会拖，这句话就触碰到他的点了。然后他说我是不会拖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地怎么地，一大堆话说出来。然后当时很生气，我就去楼下转悠转悠，然后回来发现他在家就喝酒，说我不该这么说他。啊，当时我还要照顾他，就说你不会拖地，你喝啥酒啊？不是，你说我都开始拖了，然后他在那说，你看你拖个地都不会拖，既然我在做了，你就别这么说啊。行，我接着问问啊，当初是你们俩谁更想结婚的？我更想结婚一点。哦，因为当时就我觉得他善良又大方又温柔嘛，但是结完婚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，就不再是大学的样子。哦，你就对我好点呗。不还要怎么好啊？不是这不都言听计从了吗？供起来了吗？我听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我讲话他都不理我。他和我发生这么多，我有时候不想说话，挺难过的，就自己难过啥呀？就感觉每天过的日子挺窝囊的，又要在外面赚钱，你又不体谅我，还要找我发脾气。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啊，其实感情还挺好的，就从结了婚，我觉得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啦？你刚才一直在说你跟孩子什么都没得到，是吧？对啊。那你觉得什么叫得到了呢？你得对我们上心呐，你挣不了那么多钱，但是你得对我们上心呐。不是你把这个上心具体化。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就认真回答我，不要玩手机。我经常跟他讲话，他啥都不说。这个有多久了？1年了吧，差不多生了孩子之后就这样。为啥？就因为这些沉淀的事在心里太多了，无法解决，沟通又沟通不好。他说是这样，我认为不是，但我反驳不赢他，不就只有不说话？我说了，他又说我不像个男人，和他斤斤计较。哦，还想过吗？看他呗。就是他不过就坚决不过了，是吧？但是他一直都要求回贵阳，为啥要回贵阳呢？就在哪里工作不都一样吗？只要能够挣钱。对啊，一样，所以去贵阳啊，贵阳挣得多呀，这是他的想法。我觉得在重庆发展的话，离我们的理想更近一些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你们俩的问题不是说留在重庆还是留在贵阳，而是说你们现在婚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在这个婚姻当中，两个人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了，每个人心里都带着自己的一些角度和观点在过日子。你们真应该好好的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，然后来调整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哈先生、张女士，你们好啊。你们的婚姻关系现在问题这么大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位置的不对等，就是这段婚姻关系是不稳定的，两个人是不平衡的，一个人高，一个人低。觉得谁高谁低吗？我高吧，他低。但其实真正离不开他的是你。一开始的时候你说你追他，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你觉得自己低他一等，你觉得因为是你先发起攻击，先追他，为了他又转系又转班到他的班上，然后最后把他追到手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结婚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因为基本上结婚所有东西都是你们家张罗的，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似乎是抬起了头，但恰恰你要认可，你要面对，在这段感情当中你可能就是爱他比他爱你多，这没什么。我爱一个人，我爱你爱得多，我为你付出的多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定要争一个长短呢？就是因为你这种心态，导致你现在在你结婚之后的日子，你会越过越拧巴，你会觉得我嫁给你，我什么都没要，你凭什么还对我这样？你就在不断的索取，他怎么对你好，你都觉得不够好，永远觉得你为他付出的感情是比他多的。然后你利用你自己在物质上的优越感，在这段婚姻当中作威作福，只要他不听你的，不顺从于你，你就跟他闹，跟他作，然后你还翻回来说他不搭理你，不跟你对话。你觉得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搭理你呢？我说多了，好像是不听你话了；我说少了，又觉得不跟你沟通了。那我干脆不说。那当然了，日子就过成这样了。所以如果你不
摆正你在婚姻当中这种心态的话，那你们两个人真的路就越走越窄了。对华先生说的是，婚姻就像是一场长期的对话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已经出现问题了，你一直是回避、逃避的状态，不去正视它，不去面对它，会使你们这段关系越来越陷入僵局。这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，你需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好吗？好的。因为你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，我希望你们多考虑一步，就是为孩子着想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二位。我觉得女孩现在心态啊需要放正，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所预料的那样去发生的，但是你一定要适应调整。孩子来了，你作为母亲一定要承担起这份责任。可是呢，你并没有把自己心态从一个别人的妻子调整为一个孩子的母亲。刚才让我很诧异是说，你回答川的问题是说我带不了孩子，何等的理直气壮。你为什么不能尽快去调整自己呢？就如同你对待你丈夫的这种态度也是调整不过来，所以你无法尊重他，因为你觉得他没有用。这不是气话，这是你骨子里觉得。一切其实有你很大的责任。你现在对他所有的指责，其实都是在把自己应该承担责任怪罪于他。所以呢，女孩你要把自己心态调整好。当你调整好自己心态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做的蛮过分的。不尊重另一方是婚姻当中的大忌。他做的很多努力是不错的，在我们看来很多男人做不到，又在外头挣钱，还要做家务，而且呢孩子你又不带。要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你做母亲最大的不合格之处，明白吗？包括对他的母亲你的婆婆来说，其实言谈举止当中你也不够的尊重。为什么人家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坐月子，然后做完之后你就让人回去了？难道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孙子吗？同样也是要看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多体谅对方，然后足够的尊重对方，我觉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，好不好？你也别拿出回贵阳这件事来说了，你也不是真心想回去，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其实你要体谅他妻子，他在面对的快速的变化的时候，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的，你要多体谅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你们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个点，是在于整场听你们讲述，我都没有听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和爱，所有的两个人的描述都像是一场交换。女士说了，我们家里提供房子，我们家里提供照顾孩子的支持，你就应该被我颐指气使。我一直在想，凭什么？是凭你们家经济条件好一点？婚姻中是凭这些吗？婚姻中凭的是心。即便我们要交换，交的是心，换的是爱。你们交换的就是我付出什么了，你就要回报给我需要的东西。而且婚姻中不存在我拿出物质多，我就应该当老大。所以我觉得女方不要得理不饶人，不要因为自己做出了一些她不曾提供的婚姻中的付出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。婚姻中是平等的，唯一平的只有心。而先生其实虽然说他有不当的地方，你也挺奇怪的。你是个非常妄自菲薄的人。每个人在人生中都有低谷，难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就要忍气吞声吗？他今天的颐指气使和你的唯唯诺诺没关系吗？不是说他把你踩在脚底下，你自己把自己都踩脚底下了。可能因为家里的生意对我的打击比较大。我理解，我知道。家里也出现一些情况，可能父母本身这边整个家里也是一团乱。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，我们做了丈夫，做了父亲，就是要扛起自己的天，甚至还要帮助父母。回贵阳和重庆有什么区别？重庆的房子租出去，拿着租金去贵阳租房子，日子就好过了吗？更难堪。他离开父母的身边，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更生气。所以你要做的是认认真真的面对生活，不要回避。即使我们在低谷，我们要抬起头做人。所以你们都需要调整，夫妻之间要贴心，同舟共济。谢谢。你经常叫他滚是吧？他要是哪天真的滚了，你喊不喊他？那你何必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呢？
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想，我说你哪来的这优越感呢？很有才华，很能干，很贤惠，那你凭什么骄傲呢？凭他爱你，是吧？凭你欺负他欺负惯了，是吧？你说你作为一个老婆，你不会做家务；作为一个母亲，你不会带孩子；作为一个女儿，只知道拿家里的钱啃老，也不知道为家庭回馈。你说你有哪个角色做好了呢？我这样一说，是不是就像你说他一样，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？你舒服吗？那你就想想嘛，他是个男人呢，他一大老爷们儿，你老让他滚，他受不了。但更受不了的是，你那样对他的母亲，人家给你辛辛苦苦带了1个月的月子，啊，你要用人的时候就叫人来，你不要用人的时候就叫人走，自己是不是做得太不应该？对。其实呢，你们两人虽然结了婚，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夫妻角色，你们没有做好履行自己责任的准备。如果你们还要继续下去，实习你们的角色，该带孩子带孩子，该工作的工作，彼此对对方不要有太多精进能力上的苛求，因为这种苛求只能带来压力，而要给对方更多的鼓励，好吗？好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谢谢。来生你自己掂量这件事儿哈，就是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大概是尊严问题吧。就是一个人在一段关系当中，他没有任何的尊严，那哪行啊？你仔细想想，你婚姻的底线在哪？你自己想。如果你还不知道，赶紧回头继续做你任性的大小姐的话，这婚姻长不了了。哎，你儿子以后娶这么个媳妇儿，你认吗？不认。所以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们自己掂量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我特别怀念读大学的时候，你特别的包容我、理解我，但结婚以后就感觉你完全变了一个人。没有给我一个男人的尊严，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想一下这一点。其实你也知道的，我以前不是这样飞扬跋扈的一个女人，有时候也挺小女人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希望你能够在以后的日子对我上心一点，不要一回家就玩手机，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也会好好想。来，取出来吧，把那个记忆。这边应该是女生放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大众菜谱那边应该是男生放的。车钥匙啊，说说吧，女生为什么放本大众菜谱啊？因为我妈也经常跟我说，就有一个女人啥都不会嘛，然后让我就在她回家的时候能给她做上她喜欢吃的菜，那个菜谱还是我妈从她姐姐那边借过来的。行，你车钥匙啥意思啊？车钥匙就是我父母他们买给我的嘛，想到现在有娃，还有他，还有我岳母，还有奶奶在这边嘛，那车坐不下，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就一起出去的时候能多坐。这是换的新车是吗？啊，我父母给我买的，就他们现在缓过来了嘛。哦，就提供我们一点好的条件。行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，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请开门。我就知道他是爱，但你不贴真的他，我心已经在将爱一遍都说出来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
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，你是我的纯虚天使，唯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。来，礼物送给你们。来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谢谢请回。